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来讨论今天大家所问的问题哈。那今天问题没有很多啊，那我想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我不知道第一个问题是谁问的哈，就是我估计应该是会上来的人才问的嘛哈，对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儿童大孩子4到5岁啊，我想是4到5年级啊，对小孩子有孤立的现象啊，什么是有智慧的处理方式？好，那好，那我想哈，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先问问大家呀，在你们的施工里面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然后可不可以稍微描述一下你碰到的问题是怎么样呀？我希望大家能够带入你真正碰到的情境，这样的话就对你会来讲会更切身呀。我就从我这边这样来看好了，我想请 Pola 嗯，你先分享。这这个我联系我们自己教会的话，其实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哦，呃，对，因为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他们不同的年龄阶段，就是在英文堂的混班的时候，是不同年龄阶段就，这是这个有明确的划分的，他们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像周五和日的，我们自己中文堂的自己带的时候，我觉得小孩子可能大人互相之间都认识吧，他们互相还是挺友好的。嗯啊，嗯嗯我认为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处理方式的话，我觉得如果在一起的话，还是建议是按年龄阶段来分组。因为按照美国这边好像有相应的这样的规定，是说小孩子如果他们单独相处或者怎么样，他们年龄不应该相差超过2岁。就是从这个规定上有这么一个，为了避免大孩子对小孩子的不利的现象，嗯，就是我认为如果在上一个班，可能对是有一个分组。好好呃，对。好好，谢谢 Pola 哈。啊。好，那我就按照我这边所看到的这个顺序这样子啊。咪咪，你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教会比较没有看到，教？OK，会他们可能比较不敢吧。那你教会的孩子还 well behave，对，蛮好的，对。Jenny 呢？你在你教会有没有碰到过？嗯，我们教会好像目前好像是说，有个例子，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因为也不是说大孩子 bully 小孩子，嗯就是两个大孩子，他们从小可能很熟，然后就是说，嗯，对女生，然后就说男孩子对他有就是踢到他或者什么的，但是我没有听到有不同的story，就是说从其他的 witnesses，他们就说哦是女孩子先弄男孩子，但我也所以但是女方的爸爸妈妈是觉得他的小孩被 bully，嗯嗯，OK OK，好。其实 bully 这个是有定义的呀，嗯嗯。在美国他们这边是有定义的呀，还有一个网站，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很普遍呀。好，那个秀珍呢，你有没有在哦，教会？因为我没有上过小孩子的主日学。好，所以你没有这方面的哎，经对。历哈。好的，好的呀，那谢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看法啊。对，就是说，看来好像问这个问题的人今天没有上来要这个时间他没有办法来呀。好，那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其实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谈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实践神学的东西。我就先从神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啊。其实呢，因为神学上面讲，告诉我们说，圣经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人都是有罪嘛。那其实小孩子也是的呀。所以其实孤立这个现象哈，就是霸凌，中文叫做霸凌。其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
都有的这种现象，在小孩子里面也会有。你如果在儿童事工里面待得久的话啊，如果说你的教会孩子，你没有碰到过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你的教会的文化已经很好了呀，你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你的教会稍微大一点，然后像现在很多新移民家庭来的话，其实三不五时哈。然后，如果孩子们又常会混龄在一起的话，三不五时你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在教会里面就常常的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哈。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哈？呀，好，大家可以看到哈呀。好，我先讲哈，就是在教会里面我怎么处理这种东西。第一个，你们看得到哈呀，就是说预防性的，也就是说上一次有来的人哈，你们就知道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教室的秩序的问题，那我就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每次孩子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复习教会是什么，然后他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你要说他是班规也好，OK 呀，教会的一些价值观也好，非常的简单，就是几段话，我待会会给大家看哈呀。那在这里面呢，每次都会讲到一句话，就是说教会是神的家。然后呢，我们来到教会这边，我们要用最好的态度来尊崇神。那什么是最好的态度呢？就是我们要尊重别人，每次这样的复习，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这样的一种观念放到孩子的头脑里面去，放到他的头脑里面去，并不表示他立刻可以放到心里面去，更不表示他能够做得出来。但是呢，起码你放到他的头脑里面去，慢慢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会形成一种文化，知道说，哎，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在上课里面有讲，要给孩子设界限，这就是给他们设界限。你跟人之间一定要有界限。当然，小孩子之间如果会发生冲突，他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有人说嘛，就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呀？两方面可能都有问题，可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要教孩子，就是说这个霸凌我们是零容忍的。你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处理。OK，我们如果说因为怕麻烦，然后不处理的话，那小孩子非常聪明的，他很快就学到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今天在学校我不敢这样子，但是呢，我到教会里面来，我可以。他就见缝插针，为什么呢？他知道教会大家都很忙，然后呢，老师可能也有的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管他们呀。那样子的话，就会造成一种不好的文化，以后就会很乱七八糟哈。对，好，所以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就是很清楚的让小孩知道说，这是一个零容忍的事情。好，因为霸凌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啊。对，你可能有些人是跟你不一样的，但是那不表示你就可以倚老卖老啦哈，因为你是大小孩，你就可以欺负小小孩，或者即使有些小孩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不太对，但是也不justify 你的行为，也不 justify 你也不应该是那样去做哈。好，那怎么样来处理呢？那如果你们有上过我的那个课哈，那我就建议你们回去看一下那个我在讲的那个管与教那2堂课当时讲到管与教花了2堂课的时间在讲。第一堂课是在讲，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品格的建造，因为这跟品格的建造有关。然后呢，第2堂课就在讲说怎么样给孩子设这个界限哈。好，那我来稍微简单讲一下那个因为有些人没有上过那个课嘛哈。那这个投影片我在上一次给大家的投影片里面有传给大家呀。那这个就是其实非常简单的几个 rules，就在我的教会里面，每次一定会带小朋友复习的。OK，老生是复习，新生你看教会
每个礼拜可能都会有新的人来嘛，对不对？我们复习的用意不单单是给老生复习，也等于说帮助新生，让他知道说教会是什么。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啊呀。那我特别 highlighted 的这个就是跟对别人的态度有关的啊。我们来教会，小孩子要来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学会敬畏神啊，尊崇神，然后用我们的最好的态度啊。那什么叫做最好的态度？这边讲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般性的通则，好，不是什么很细的细则，这样就是你要懂得尊重别人，然后尊重教会的东西，尊重教会的物业哈 property，然后呢，你如果尊重人，也懂得尊重教会的物业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自我尊重的人啊。你如果是一个自我尊重的人的话，别人也会尊重你，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对，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来教会，其实你说穿了，到最后就是在教小孩子怎么做人嘛，对不对？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其实就是耶稣说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嘛，对不对？一个就是针对神，一个就是针对人。所以我们在教会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是我们的根本呀。那我们这样的态度是可以从小就教给孩子的啊呀。好，呃，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问题呀？因为我们人少哈，如果你有问题，你就随时提出来。对，Jenny，你有问题吗？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很同意你这个，就是要先提前立界限的这些，就是我看到你的例子，这里都是非常的 positive 的，就是说，用于 with your best attitude 啊，这些东西很 positive 的。但是前一页呢，就是比如，就是说是零容忍的这些，那如果就只有一个孩子在班里面，就只有一个孩子是那个 bully，那我们是需要。就是说，是不是他单独，是不是需要，比如他的家长需要提前的跟他立这些就是界限，只有这些很 positive 的，还可以全班一起说。如果每节课之前都要说，哎，不可以 bully，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些就是不可以容忍的话，就是就是我的 concern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需要跟全班说吗？还是觉得他比较一对一的针对一个人？哦，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等于就是我刚刚讲的是班规嘛，所以呢，每次就是说我们在上课前，我就会带小朋友复习，就是如果我会看，如果说我们当中呢，没有新朋友，就快快的复习过去就是了，就是而且我会用起印的方式，就是说大家看到有红字跟黑字嘛，那因为已经每次复习，所以小朋友已经都背起来了。所以我每次就会讲说，跟大家讲说，哦，Welcome to God's Church，然后 Church is what？OK，他们就会大声讲说 God's house，然后 OK，那 God's house is，他们就会回答，就是说 Holy place，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其实非常快，这样的话，这根本1分钟不到就带过去了呀。但是第一次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呢，会跟他们解释，就是说什么叫做 Church is God's house。你不要小看这样一句话我曾经在一个青少年受浸的他的那个受浸他自己的见证上面，他就提到说，他从国内来，然后被带到教会，然后他说他一来到教会，他就很喜欢教会，教会那个氛围很吸引他。可是他说他来了很多次之后，他从来不知道教会是什么，直到很后来他才知道说，哦，教会是神的家。对，那我就也是被提醒我就发现说，其实真的很多东西，我们自己常常是很习以为常的东西，已经觉得是反射动作了。可是真的是有些第一次来的人，他真的不知道，他一点这样的概念都没有。对，所以就被提醒到，就是说呀，我们要去顾念到那些可能是第一次来的人，我们就要跟他们讲。但是呢，来多的人，你当然就不必讲了。那像你做个老师有时候你常常就要想说，怎么样会让孩子不会觉得好无聊又在讲一些同样的东西，那你就要想办法有些变化。比如说
这些老生了哈，他已经很知道这些东西的话，我就会请老生说，哎，我们今天又有新朋友来，你们谁可以跟他讲说，哎，我们这个教会的第一个 rule 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很愿意分享，比如说哦，Church is God's house，他会来讲这样子，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用的方法。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哦，其实我的问题其实是，就是如果就bully 的那个人就只有一个人的话，就是如果是不是比较 negative 的一些就是警告啊，或者是就不需要在全班，我只是 asking for your advice，就我也哦，OK，好，那我在待会的那个slide 里面我会特别讲到这样子，对对呀，因为像这种复习它只是一般性的啊，那我自己是这样在看待这个我们做的儿童事工哈，我常跟童工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有事就是好事呀，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呢，其实一般老师都觉得说最好没事是好事，对不对呀？那为什么说有事就是好事呢？因为这些孩子哈，他们都还在学习，都还在成长，那他们是从他们的错误当中来学习、来成长。那我们就想象，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利用这些机会教育在，在 shaping 他们，在塑造他们。OK，所以我们不管是做父母亲的，或者我们是做老师的，我们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好，那就是说，当他们犯错的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呀。所以呢，我会看情况。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但是我会用一种就是说，不会让这个犯错的孩子觉得他是被羞辱的方式或者是被责备的方式来处理。我会把它用成一种就是说，哎，我们一起来好像来讨论，而且在讲的时候呢，我不会用就是说不会指名道姓的啊。那会就是假设我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班上的一个讨论的机会的话，我会把一个情境讲出来，然后呢让小朋友自己来做反应。譬如说发生了什么事情，OK，然后某某某怎么样，某某某怎么样这样子不是某某某哈，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这样做了一件事情那你们觉得怎么样？让小朋友来发表他们的意见，然后从他们的发表意见之后，再来引导他们往对的方向去去想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看你是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好，好，那我现在就再往下来讲一下这个原则性的东西哈。好，这个呢是也是我当时上课的时候所用的一个这个slide 哈。我那时候讲到就是说我们重点哈是要规范孩子的内心，而不是只是去规范他外在的行为，说哦你这样是错的，你不可以。好，因为最终呢，我们是希望他自己内在的那个价值观有改变，真的觉得就是说，哎呀，我这样讲脏话真的是不好哎呀。然后呢，我这样打人真的是不好哎呀。就是说，最终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因为神有把那个良知放在我们的心中，其实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呀，我们都有那个良知，也就是往善的那个方面，那个都有的。可是问题讨厌在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个东西叫做老我，或者叫罪性。那这两个东西是互相相争的，在大人小孩身上都一样的呀。那就是在某种情境之下，让这个孩子他就是选择了那个错误的那个举动，不管是打人也好，不管是讲脏话也好，OK，好，那所以你要怎么样来处理它呢？哈，好，那怎么样才能让不是像因为我想我们华人很习惯那种就是都是老师就是管你这个外在行为的嘛。我长大的那个环境的话，我们的老师是你只要做错什么事，他就是一个竹藤子。我们以前是
是可以体罚的啊，那个就是打下来的，打了你的手都会发肿的，或者老师甚至还会甩耳光的哈。对，就是用一种很侮辱的方式来对待孩子的啊。那现在应该是比较不会了啊。好，那我们怎么样用一种就是让他这个内心的价值观来改变的方式呢？这个也是当时我教课的时候的那个 slide 哈，这个我就今天就不会再讲了。你们有上过课的人，就是去那边找出来，然后去复习一下哈呀。这是神他这个是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第一个管教的例子，就是管教亚当夏娃嘛。神当时有给他立界限，对不对？可是他们违反了这个界限呀。那这些都是神他管教的原则。第一个，他树立他的权柄，所以不管你是爸爸妈妈，你是父母亲或老师，你的权柄很重要。神有给你这个权柄，你要去用它。用它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做错事情，你要管，你不要怕管，因为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老师会有点怕呀，有时候会怕，然后给予自由啊，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是很自由的，就那么一条界限而已。对，我们对待孩子也是一样的呀，他们虽然是孩子，但是他们也要有自由的空间，好呀，然后呢，要立界限，然后违规之后要主动介入，哈，然后给孩子解释的机会，这个很重要。你听听看他说什么，即使你觉得他就是做错了，他就是不应该，他就是个大小孩，他就不应该对小孩这样子，你还是听听看他讲，他可能有他的道理，他可能是错的，可是他可能是有他的道理。譬如说那个小孩，就是就随便来拿他们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打扰他们，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小孩比较不知道怎么样表现他自己嘛，哈。那对一个大小孩来讲，他也不成熟啊，他也只是一个孩子嘛，哈。就是说，即使是孩子，你也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好，你因为上帝即使他全知全能，他也给亚当夏娃一个解释的机会嘛。好，然后呢，你言出必行，就是说你的教会有立下规则的话，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是要处理，你要言出必行。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点啊，就是说你在公义当中要有恩典，而不是只是处罚、处罚、处罚而已。OK 呀，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处罚孩子，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往对的方向带，对不对？要去把他塑造成一位合神心意的孩子，这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处罚他呀。我们以前小时候的那种教导方式，比较是好像目的就是处罚，你知道，你处罚不会使一个人变好的，他只是行为上面，他只是怕你，OK？那下次怕你就是你如果只有处罚没有恩典的话，你很容易养出一些阳奉阴违的人出来。他表面上跟你一套，可是他如果内心不服你的话，他背后里面又是一套呀，只是不让你抓着而已。啊，好，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与神和好呀。所以我在处理这些孩子的事情的时候，当这个孩子他知道自己犯错的话，哦，我会带他跟神有个祷告的，就是与神和好啊，让他自己跟神去say sorry 啊呀，好，然后对，就是说这个好，这个下面这个我就不说了哈，好，这个就是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些管教的原则，然后我当时就是给大家一个管教的7个步骤，因为呢，常常我们大人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落入那个误区，就是因为有时候觉得怎么每次都这个样子，对我们大人来讲也是嘛，你每次都这样，所以我们自己也发火了呀，所以呢，常常呢，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先管我们自己。不管做父母或做老师，我们先自己做好了，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用神的方法去帮助那些孩子。不然的话，我们常会被他往下拉的呀。因为特别你做妈妈嘛，有时候就是你关系越近的时候，你的那个控制就越薄弱，你知道吗？呀，你又看到孩子又犯同样的错误，你那个火就火冒三丈了啊呀。老师有的时候还比较有点空间在当中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管教的7个步骤哈，就是以善治反求诸己，你要先想你自己，然后你再以善治恶。好，所以呢，我每次要管教，我一定在心里会默祷，就是说求圣灵来帮助我。因为常常一个问题带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也不在场呀，那个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的，而且小孩子有时候也讲不清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哈，然后避免在血气当中管教呀。然后呢，常常你要管这些事情的话，一定有2方。那我会2方我都会我会安排在一个房间里面哈，门是打开的，然后呢，我会把他们带进来，需要跟他们说明一下，说我为什么要带他们进来，发生什么事情啊，我需要听听看他们的意见呀。对，我会先让他们同理，知道说我不是要去惩罚他们，好，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解释的机会。好，假设说有个大小孩孤立另外一个小孩，我就要听他讲说，诶，我让不管当场哈，当场有的时候可能3、5个孩子都 involve 在当中，也都有的，反正有 involve 在里面的孩子，我就会带进来，或者有 witness 有见证人的，你就带进来2个3个都没关系。然后呢，因为你是代表一个权威的角色嘛，你在处理的时候，孩子们一般来讲都还是会听你的哈。对，那你就说你要听听每一个人怎么讲，这样子。好，那个 Jenny，请说。请问老师，在关于给孩子解释的机会，那如果孩子他在解释的时候，就是那个语气很不好，或者在闹的，就是很大声，或者是就是不太好的态度去讲的话，那可不可以就是说要等他 calm down，然后才跟我讲，还是是的，是的，是的。通常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哈，如果你已经把他们带到房间去的话，他们通常是已经比较 calm down 的。可是如果是在案发现场哈，比如说像我们礼拜5在一起团契的时候，小朋友在外面玩，然后那些男孩子他们都喜欢玩球嘛，然后呢，他们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大小孩有时候就是会排挤小孩。我们是都有讲过的，就是说谁要来参加，你不能不让他参加的。可是有些大小孩他是会排挤那些小孩，或者说某个小孩他们就是觉得说他不喜欢他那个样子或者干什么的，他们是真的人有那个罪性，他就会排挤他。那然后呢，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当场介入，跟他们说，哎，你们不能这样哦，他们马上就会说，哦，但是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他当时那个反应就是很直接的，会的呀。但是如果说你已经你觉得说你要处理这件事情，而把这些人带到房间的时候，应该来讲他们就是比较 calm down 的呀。然后因为你事先有一个说明，对不对？然后你又会跟他们讲说，我会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你的角度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会觉得说我有讲话的机会，我就比较得到舒缓嘛。呀，你是代表一个就是说我想要了解什么事情，我不是要惩罚你的这种心态，是一种同理的心态的时候，你是比较容易得到他们的合作的。好，可以吗？好，然后给他们一个解释的机会。好，那然后我跟你讲啊，就是说其实人都有一个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良知。那个大孩子他如果孤立那个小孩子哈，那就是他当时一个罪性，在当时的那样一个情况之下，他没有自我控制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很本能的反应。可是当你就是说带他这样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哈，你问他说，哎，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这样问他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什么碰过小孩子会就是说会把错的东西当成是对的。他可能会跟你讲个理由，就是说，但是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我就会说好，那如果你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你们觉得可以怎么样？你们可以怎么处理？不是用骂人家或者是不让人家参加的这种方式，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怎么处理？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们可以来找老师，对不对？你让老师来帮忙。对，我觉得要帮助孩子，就是说你们可以不需要自力救济，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学校教会里面要有老师呢？我们就在这边帮助你们的。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不要用骂的方式，用争执的方式，你们来找老师，老师会处理。好，所以呢，其实到这个地步的话，一般来讲，孩子是知道他是不对的。好，
那我就是接下来就是说，那好，你们其实一般来讲，如果处理孩子的事情的话，大概8、9不离10，很少只有一方是错的。其实呢，两边都有问题的。通常是一个事情的产生会让他们有冲突，然后因为一方当然有一个人可能主动，但是另外一个可能马上就也用不对的方式来回应了，所以到最后就是两边都有问题，很少说就是只有一边的这样的问题哈。好，然后呢，就是说让孩子们就是说来跟神安静祷告，你就说你们跟神祷告，你们自己跟神 say sorry。通常来讲，小朋友是会愿意的。好，然后呢，最后呢，我就与孩子一起祷告，我会为他们祝福祷告。然后呢，这2个当中有问题的孩子的话，我一定会让他们握手言和。好，然后呢，我为他们祷告，然后给他们祝福，这样。然后呢，就是我在祷告当中，我就会让他们知道说，神爱他们，我们也爱他们。OK，所以希望他们也能够彼此相爱。呀，这就是我说的用神的方式来处理。好张老师，呀，请说。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你比如比如说我们说这是处理的冲突的双方，你是把他们双方一起叫过来谈，还是分别谈？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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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好，对呀，小孩子真的，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对嗯呀，其实就是我们人的罪性。那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的哈，就是说，嗯因为我们平常不太常，因为孩子也平常不会特别去讲什么见证这样。可是在我离开我上一个服侍的教会的时候，就是在那个farewell party 上面哈，我都不知道，就因为当天就大人小孩就是自己上去，等于说跟我 say goodbye 嘛，就讲一些话这样子。那有一个孩子是我曾经这样 discipline 过的孩子，我曾经这样管教过的孩子，我可以跟大家讲哦，就是当我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这些孩子的时候，其实反而管教过之后，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你知道吗？因为孩子他可以 sense 到，就是说你是在骂他，是在羞辱他，还是说你是真心为他好的呀？他们其实是有感受的呀。所以呢，那次就是一个5年级的孩子，他当时就是等于说跟大家做见证，我听的是很感动哦。他就讲，他说当他做错事的时候，他说别人都是骂他，OK，但他是说那个 Minister Jean，他们都叫我 Minister Jean 哈，就是赵传道。但他说，但 Minister Jean prays for me，呀，他就这样讲啊，对，那我当下真的也是蛮感动的哈，对，所以我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从圣经而来的呀，这些原则都是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的，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哈，去用去实践呀，因为我在课堂上面常常就只讲原则，但是很多东西就点到为止。那这个团契的用处呢，就是希望大家真正的你碰到的问题，然后呢，我们来学以致用。这种东西就是一回生，二回熟。然后你以后处理成习惯之后，其实你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就成为你的一个 DNA 了。好，我就希望说，我们做儿童事工人都能用这样的一个 DNA 的方式来处理。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真的有好多好多见证呢。对，有些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呀。